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。今天呢，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图片可以在台式早餐店吃到的蛋饼。其实只要调整粉类跟水分的比例，就可以做出口感不同的蛋饼皮了。到底在家要怎么样做出皮薄、口感 Q 弹的蛋饼皮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我们来备料了，材料非常的简单，水220公克，水的部分呢可以改成任何其他的液体，比如说蔬果汁、红萝卜汁、无糖豆浆、牛奶，甚至是菠菜打成汁哦，都可以让蛋饼皮更营养，颜色更漂亮哦。甚至是用高汤来取代液体的部分，效果也很好。淀粉的部分，大家可以用地瓜粉、日本太白粉，甚至是树薯粉都可以，我觉得效果不会差太多。我个人呢是特别喜欢加了日本太白粉的，也就是 potato starch， 刻意的把外皮煎脆煎香哦，就是脆中带 Q 的口感，我很喜欢。日本太白粉我们今天用到的是45公克，另外这是高筋的面粉，我建议大家要用到高筋的，如果你要用中筋的也可以，甚至用全麦面粉也没有问题。只不过我实验的结果的确用高筋的最 Q， 高筋面粉我们用到60公克，其实光右手边这3样就可以做成 Q 弹的蛋饼皮了。再用小半匙的盐或是鸡粉来调味，就是最基础版本的粉浆了。想要蛋饼皮里面更营养，颜色更漂亮，可以加上一些的葱花，或者是红萝卜丝，因为我们需要在煎熟面糊的同时呢，就把红萝卜丝也煎熟，所以请大家找一下哦，有些刨刀是可以刨出比较细的细丝，否则你刨得很粗的这个红萝卜没有办法煎熟，口感就很差了。甚至有些有慢磨机的朋友，也可以在打这个红萝卜汁的时候，剩下的渣拿来加到面粉糊里面，也非常适合。那我们就准备把所有的材料组合在一起咯。我们先加入液体的部分。加入鲜奶或是豆浆的效果也非常好。我们稍微把粉类过筛一下，否则里面吃到一点点的颗粒状哦，没有办法化掉的高筋面粉哦，口感不太好。最后我们加入少许的盐或者是鸡粉哦，来稍微的调味一下，大概就半小匙的量就可以。不用太咸哦，淡淡的就好，因为我们有可能之后会加上酱油膏之类的。整体粉浆匀了大概就好咯。一般早餐店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放上葱花的版本，我们就取葱绿的部分了，然后切成小细末就可以。喜欢青葱的人可以多加一点哦，那不敢吃的就可以不用加。第一个葱花粉浆就完成咯。另外我要做的这个口味是抹茶口味的蛋饼。材料呢，通通都相同，只有在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加上1小匙的抹茶粉。带着淡雅绿色的面粉糊也完成咯。最后一种口味是红萝卜口味的，我用了120公克红萝卜原汁兑上100公克的水所调成的液体，这个比例呢刚好没有什么红萝卜的腥臭味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我家小朋友是可以接受的。其他的所有步骤都完全相同哦。那我们准备要来煎这个蛋饼皮了。建议如果想要煎出又薄又均匀漂亮的蛋饼皮的朋友，一定要用不粘锅，因为要煎的薄，必须在冷锅就下面糊。但是如果一般的不锈钢锅啦，或者是铸铁锅、碳钢锅，所有需要加热才能造成不粘的锅具哦，都是一样。因为呢，面糊一下去呢，面糊就定型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再摊开来。所以要做到薄又均匀漂亮的话，一定要用到不粘锅。我们先不开火，把不粘锅上面涂一层薄薄的油，用油刷、用厨房纸巾沾油都可以。冷锅就下这个粉浆。下粉浆前先稍微的均匀搅拌一下，因为淀粉类很容易沉淀。趁冷锅的时候就把面糊均匀的摊开。等到饼皮开始变成透明，然后边缘翘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翻面了。像这个是铁锅，也有人称为碳钢锅，它就是需要加热到足够的温度以后，才可以造成物理性的不粘。
那这类的锅具呢，因为锅已经烧得非常热了，所以下粉浆的时候呢，粉浆立刻就固定住了，所以形状很难很圆哦，而且很难是很薄的。所以呢，除非你很喜欢吃这样厚实口感的蛋饼皮，否则我建议呢，一定要用不粘锅来制作。简言之，只要加热的锅具做出来都是不太好看的，但是一样是非常 Q 弹好吃的口感啦。想要制作出像市售非常薄、非常透、厚薄非常均匀的蛋饼皮，我实验的结果呢，就是一定要用到不粘锅。刚好有这个做可丽饼的不粘锅具哦，我直接拿这个来做蛋饼皮，我觉得非常的适合。大家在家使用平底的不粘锅哦，方式也一模一样，就是锅子先涂油，不开火，然后先把粉浆呢均匀的涂在锅子的表面上，画圆之后呢，我们再开火。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出影片中的颜色变化。一面好了，我们就翻面，然后关火降温，一定要降到面糊上去以后还可以流动的状态哦，不会立刻凝结。形状是你要的以后，我们再开火。家中有2只不粘锅具的朋友呢，你也可以轮替的使用，那就不需要等待降温的时间了。我们就用我们的蛋饼皮来煎蛋饼喽。热锅下油，产生油纹后下饼皮，煎个几秒后翻面，打颗鸡蛋，下些许日式酱油跟葱花。也可夹入 cheese 片。加入海苔，这个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手工自制超 Q 弹蛋饼皮。梦幻厨房在我家，跟着影音学做菜，梦幻厨房也可以在你家哦。更多免费影音食谱的分享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有兴趣制作软嫩口感蛋饼皮的朋友，麻烦你在影片下方按下喜欢或者留言，超过500位的朋友，Vivian就会为你拍摄影音喽。梦幻厨房，我们下个礼拜见喽，拜拜。